18年嘛，3月4号，正月17。实际上讲话是我爱人他的一个朋友的孩子是结婚，我们就讲好的，就早早的过去给他帮忙的。你说有察觉，好像也没察觉，但是就是鬼使神差的。早上起来以后，我就问到我家女儿，我就讲，也该就是到谈婚论嫁的时间。我说你也不谈朋友，对吧？然后每次就是说人家一介绍，就是见一面就没下文了。就是你到底对你这个个人问题是怎么看待的，对吧？你到底是说是你是想结婚呢，还是不想结婚呢，还是说你有什么想法？他就给我来了一句，就是他是同性恋。我就感觉我真的很懵，你知道吧？本来是说起来以后就赶紧就收拾收拾，赶紧去人家帮忙了。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一搞的话，我觉得这还帮啥忙？我就觉得我很不想去的那种感觉。人的这个大脑都是就是空白一片，就是孩子讲过了以后就不知道自己这个话要怎么接，这个事情要怎么去做，这个态度要怎么去表，就没办法。那去还得去啊，你不能说你这突然一下你都没跟人家说，你突然不去参加婚礼也不太合适啊，好吧？所以都没去帮忙。然后以后到他那个婚礼那个现场的时候的话，那个时候想的就是觉得他喜欢同性婚，那只能就说自己一个人过，知道吧？我那时候就是这种想法，孤苦伶仃的是这样，而且又是个女孩子，就是不停的就在哭，然后我就一直在流泪，怕人家影响别人，但是自己又控制不住。他朋友夫人都问我，就说你怎么搞的？就说你今天，我说我羡慕你呗。我说你看你家这个儿子，这媳妇儿都娶到家了，对吧？我说马上你都当奶奶了。我说我家姑娘都还没着落，连个朋友也没谈，挺伤感的呗。就只能是这样子去跟他说，也不好去讲过多的。而且我也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就是怎么去跟别人开口。等到婚礼结束，然后回到家里来以后，所以那个时候吧，真的才能就说能够静下心来。去考虑我在我从事精神科看到的这个形形色色的这种人，抑郁症的话，因为我也接触，在我们病学有就是上吊啊，或者是怎么撞墙啊，这都有。他要出现个意外的话，我说我连人都没了。所以那个时候我没有考虑到，就是说我能不能去接受他这个身份，但是那个时候我考虑就是说，我要如何让他能够放下这一块。我虽然还是真的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事实。不管怎么讲，就不管自己心里头再难受，我也是说在面子上面去接受这个问题。我是上帝妈妈，来自安徽合肥，因为我是护校毕业的嘛，然后以前是做护理的，所以我应该是从10年的时候开始做精神科的护士长。在这个工作当中的话，实际上给我印象最深的话是一个女病人，才14岁。他爸爸打到电话就给到我们，就讲他女儿在家里边自残。其他的这个孩子们，因为他们没搞过精神科，也不太清楚这个到家里边去接这个病人的话，就会这个风险在哪里的。所以当时我讲，那我就说我自己去，所以我就带了一个助手，就到他家去了。给我的第一印象，我觉得这个女孩蛮乖，小女孩蛮乖的，白白净净的，可漂亮了。但是她那个时候就跟她母亲两个人，就是她就拿着一个刀，那个刀水果刀也蛮长的。然后就跟他妈在对峙，所以他当时他妈也比较害怕。后来我就讲，我说你这样子吧，我说你就回避一下子。然后后来我就进到房间里面，然后他就问我说你是来干什么的？我说因为我说你妈妈很关心你，然后想到你这个样子的话，他还是比较担心你，怕你会因此伤害到自己，所以是让我来。他说我只是吓唬我妈妈，我妈妈老说我不想听。我这样的话，可能我妈妈就会闭嘴。我说你能否信任我？我说你把刀先放下来，我们交流交流。我很喜欢你，长得那么白，然后那个眼睛大大的，也蛮可爱的。我说我看到你，可能就想到我自己的女儿，说我的女儿现在在上大学，很想她，因为之前她都是一直跟着我生活的，然后上大学以后就离开我，这1学期我都见不到她，所以她就把刀就给放下了。当时的话，应该是讲是站在孩子的角度，就讲的就说。这个你的这些苦恼的话，我说我都能理解。那你是觉得你惩罚到你母亲，实际我觉得受伤害的，实际上更多的伤害还是你在你自己，把那个手那个割的那个样子，还有腿上面割成那个样子。我看到你的话，我说我真的都，我说我内心很痛苦，我就觉得我很揪心。就是说你不是我的女儿，但是我就觉得我看到你，我说如果我的女儿是这样的话，我说我真的我都难过死了。我说我可能就是说。我会可能当着他的面就会痛哭流涕，甚至我说我都不放心他出门，这个方法不好。我说我们觉得应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办法，是吧？跟爸爸妈妈去交流，
你能达成你的协议，然后他们呢又能够更多的去关心爱护你，或者这样的话就是两全其美，不就更好吗？所以当时可能跟他交流以后，他可能觉得我还可以吧，能够信任，我就一直抓着他的手，你知道吧？我就等于把他从家里面就带下楼，就带到我们车上，然后就到医院去了，待了有4个多月，将近5个月的时间。是因为他算是比较早的，所以说他干预以后恢复程度会比别人要好。之后的话，他出去以后，确确实实是他父母就讲了说，好像自残的基本上没有。后来我们也鼓励他，就是一个让他要定期还是要来复查，另外一个药还是不能断，也希望能接触社会。然后就跟他讲，你有什么就是说适当的他的能干的事情上去干。所以他到超市去做过收银员，然后那时候我们去，有的时候还碰到他，跟我打招呼。这个女孩子，这只是我工作当中的一点点，你知道吧？就是每天就在跟他们在打交道，看到就他们的那种无助，包括他们家人的那种焦虑，最脆弱的实际上还是一个生命。所以我也就是更多的可能是就是怕孩子就是是不是因为这个身份认同的问题，他会对自己做出一些伤害，这个是当时我可能是最关心的。有一定的了解，但是没有去深入的去了解这个东西，因为我总觉得那个的话是别人的事儿，感觉跟我没有什么多大关系，特别我觉得跟我的孩子也没多大关系。他不是个疾病，觉得我知道，虽然就说是祛病了，也是觉得他没有办法，就是说能够去改变，就说你说什么药物治疗啊，或者其他的什么辅助啊，包括心理暗示，对吧？心理疏导也好，什么药物也好，他没办法控制。但是我们还是觉得他是认知问题。在我们这些人还是觉得有固有思维。等到孩子再次从单位回来以后，我就跟他就好好谈这个问题，一个是确认，然后他也给了我很多就是我所想要的答案嘛，甚至我也问了他，我说你有没有因此就是说那个时候产生这种焦虑或者抑郁的这种状态。后来他说我没有，他说以前都过去了，我现在很好，对我的这个身份认可都非常好，就是讲的你不要担心我，他是这样跟我说的，知道吧？所以我觉得女儿还是就是说蛮懂事的。当时我就跟他表态的就是说，虽然对这一块的话还不是特别的了解，知道吧？但是我说我希望我能够继续去学习，然后我也想就是说能够更多的就是认识到跟你一样的人。我说我想看看，因为我觉得我身边没有说我们共同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吧。他也蛮高兴的，就是我当时跟他说这个，因为他当时就这么讲，他说实际上我这个事情的话一直想跟你们说，但是我不敢说，就人家可能什么断绝关系啊，甚至怎么样一起抱着一起死啊，对吧？甚至说我不认你啊什么样，但是他就觉得作为母亲没有这样去做，对吧？然后甚至说能够让他抛开这一块，然后能够健康的活着。我觉得这可能是在他的意料之外，可能是为了他的安全问题、生命的延续问题，他可能会觉得就是这样。但是那个时候可能我的认为就觉得够了，孩子可能也能感受到我没有真正的去接纳到这个事情。作为自己来讲的话，我还是觉得那个时候是个事儿，但是这个事儿我要怎么把它解决掉，就是我自己也舒服了，然后孩子也能舒服了，我觉得这个的话是关键。是18年正好是10周年，因为他那时候公司在上海嘛，我也是说有这个愿望，就是想去了解更多，所以我爱人当时也很支持，就说那你就去吧，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跟孩子一起就到上海了。我就看到就说很多，一个是家长上去分享故事，另外更可能给我感觉最深的就是那个旗袍秀，妈妈们的那个旗袍秀。我在底下就作为观众嘛，我就因为那人太多了，我都没有位置坐，我就站在那个后边。可能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是不太想引人注目，你知道吧？就是也没有往前凑，所以我一直就是站在后边，以一个旁观者的那种身份，就是站在那里头去看、去听妈妈们去上场表演这个旗袍秀的时候，真的给我感触很深。因为我是觉得，就是孩子们这个状况，所以说我们家长来讲的话，就觉得本身就很痛苦，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孩子都很优秀。毕竟就觉得这一块可能在那个时候的我会觉得这是一个瑕疵，而且我觉得我是这样认为，我觉得应该家长们应该都会有这种遗憾在里边吧，对吧？就觉得这个孩子就是不完美，这个瑕疵的话是你无能为力的。但是的话，我也觉得那些家长，你可能没有说我来自哪里，我是谁谁谁的妈妈，但最起码你站在那里边了，那个时候都有手机，人家一拍下去，回头一讲。最起码不说是100%公开，最起码你是半公开的一个身份，就说你的那种勇气是对我触动比较大的。
首先第一个，你有笑容；第二个的话，你敢于去面对大家。那么这个勇气的话，是那个时候当下我是做不到的。我就突然一下子我就觉得，孩子这个取向已经不是个事儿了。你要活成那个自己，甚至说你的那个样子，可能也是孩子所希望看到的那个样子。到19年了以后的话，我首先是参加这个家长协营，我觉得这个成长是在我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是最重要的。然后正好也赶得很巧，就是这个社群就讲，就说要想参加旗袍秀的家长可以报名，我真的很兴奋，知道吧？因为我觉得我也可以能够有自信的去展示自己，所以那时候我真的就说我第一个就报名。事实上我旗袍秀从来没有接触过，从来都没有穿过，因为那时候我就关注了一下，好像大部分的家长可能都是那种红色的，然后我就想了说，如果我想突出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我不应该跟别人一样都是那个红的，所以我就想到我去买个蓝色的，知道吧？然后我觉得那个蓝的话，应该是那种很庄重、很大方的，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宝石蓝，包括鞋子啥的。那时候鞋子，因为我平时的话可能都穿那个3.5公分，就不超过4.5公分的，然后还是那种方跟的。但是那时候我就想了，走旗袍嘛，在台上面就一定要是那种细跟的。所以我记得我那第一次买的那个鞋是7.5公分的，特意发给了小伟妈妈，因为小伟妈妈那时候是团长，特意发给小伟妈妈，小伟妈妈可以没问题，然后我就带着都去了。然后小伟妈妈训练非常严格，就说你个子高矮，但是那个手甩起来，走路那个步伐都要一致。她当时真的非常非常严，然后那个时间又比较短，只有半天的时间，自己比较苦恼。但是我也觉得小伟妈妈除了严格以外，我觉得她理解到大家，就觉得我们都这么大年龄了，都不容易，也是每个人的这个状态都不一样。所以呢，他又还安慰我们，就讲哎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虽然是第一次，我记得那时候我跟晶晶妈妈真的都是第一次。然后晶晶妈妈那时候紧张到就是什么，就是走路都不知道该出手还是该出脚。说我自己也紧张，但是我觉得我紧张好像还好。然后我就一直安慰着晶妈，我说不要紧不要紧，我说咱俩作伴儿，知道吧？因为我看我们俩个子也差不多。后来小伟妈妈就说那个你们不慌，你们不慌。所以那时候在讲，你把手机顶在头上面，你俩就走直步就行了。我就讲晶晶妈妈你走了，我在边上陪着你，然后就时时刻刻的就是注意的那个头不歪，那个手机就不会动，只要那手会稍微一滑，我就赶紧就上去去抓。那然后这块就觉得哦，这个路就是这个线路就能走直了，知道吧？就最起码不会这个头来回动，然后觉得哎，离小伟妈妈那个要求可能会近一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可能跟其他的人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在平时的话，如果就是说有这种演出也好或者表演，可能都是各自去顾各自的，对吧？没有的人去会关注到你怎么样。就即使观众会讲的说的，你就不能搞好一点吗？对吧？可能会有那种指责啊，或者什么会很多。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当中的话，就是无论从小伟妈妈还有其他的家长啊，就老的他们参加过几次的，对待我和金妈的话，我就感觉到他们包容性很强，哎，然后甚至能给我们提到一个合理化的建议。首先第一个就是鼓励我们啊不着急，实际上他们也很着急，对吧？哎，他们可能也能看出来我们也很着急，哎，同时的话他们又会觉得哎没问题，一定会很好，他也会去鼓励我们，相互之间都会去关照。我觉得这种相互之间的这种帮助，应该是讲在你平时的交往过程当中是没有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社群的一大特点，就是大家在一起的话，真的都是相互的去帮助，相互去理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也是我愿意从那个之后的，只要是有旗袍秀，我都愿意去参加。哎，甚至我也是觉得把跟大家学习的过程中这种好的这种经验或者这种做法呀，我也传承下去。因为我觉得每一次旗袍秀它都有新人会加入的，那么新人的话，他可能都有自己和大家不合拍的地方，但是我们就知道去怎么去关心别人，怎么去引导人家，就是在一起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只要有活动，有的时候是孩子陪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我自己去，真的是家长是比较少。特别像我这个女孩子的妈妈，一般的话都是男孩子妈妈，可能有个把两个的去，就是如何去跟家长讲，想从家长那得到什么的话，他们心里都没底儿，非常非常矛盾，但他们又很渴望得到家庭的这种支持，所以说就觉得每次我能够去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很开心啊，然后也非常非常羡慕我家姑娘，就觉得哎呀一讲好像妈妈。就是虽然也难过啊，但是很快就能接受，然后还能来这里头去支持。
能够跟他去参加这种活动。我可能就是说每次会讲自己的故事，虽然在讲故事的时候可能会难受，也会痛哭流涕，也会难受，但是看到他们那种渴望得到家人认可的那种目光和那种感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挺安慰的。虽然就说我自己可能这样子的话是一种揭伤疤，但是我同时可能也在被他们在治愈。这条路对于孩子们来讲挺难的，但是我就觉得我能够一直陪在女儿身边，然后并且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孩子们，怎么能够跟他们的父母能够去处理这个关系，对吧？更融洽，可能比就是单独的去让孩子去说我能接受你，还依然的去爱你，我觉得比这种可能更好。我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一些力量，使自己能够去真正的去接受这个事实。